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期我们才刚拆解完稳懋，看他们是怎么彻底清算那个高达75亿的养猪黑洞，成功水开历史包袱，并且对外画出了纯长3只脚的转型蓝图。那到了7月最新公布的第2季法说会，现在市场最关心的绝对是这家全球化合物半导体代工龙头，是不是真的已经从所谓的转型预期期正式跨进实质变现与量产期了？没错，而且这次他们可不是只有讲讲愿景而已，工厂端可是直接端出了会让市场震撼的实质量产成绩单。今天我们就直接从机台满载运转的硬派物理现实来好好对接检验这份最新的财报。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刺眼的财务数字 2.30 元。稳懋2026年第2季单季 EPS 直接冲上了 2.30 元，比上一季暴增了将近 83%， 累计净利达到 13.53 亿元，等于是宣告上半年全面扭亏为盈。说真的，这个 83% 的季增率绝对不只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跳动而已。其实你从无尘室的4角来看，是代表着过去这几季以来的产线重组跟蛰伏终于突破了物理极限，正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高阶制程良率，还有实质的出货量了。我们进一步来检视这所谓成长3只脚的实质营收结构。第一只脚，行动通讯，占比稳稳维持在 30% 到 35% 之间。这块就是负责提供强健的现金流跟固定成本弹提，但工程端的亮点其实是在第2跟第3只脚。你看，高毛利的基础设施板块现在已经来到 33% 了，靠着低轨卫星跟国防专案的稳健拉货，它已经跃升成可以跟手机平起平坐的第2支柱。至于爆发力最强的光电板块，占比也攀升到了 14%， 这很明显是受惠于 AI 资料中心的强劲拉货。这2大板块现在已经长大到可以跟传统的手机现金流抗衡了。今天的深度交叉检验，我们会带大家快速走过5大核心，从核心事业体的拆解、财务亮点与制造结构变革、营运指引的实际验证、战略性库存防御，最后再聊聊他们以价值取代数量的关键战略。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来拆解他们的核心事业体，看看这4大产品线到底交出了什么样的 AI 量产成绩。上一期市场上还有一堆人在怀疑说 AI 光通讯到底是不是纯炒作的空气题材，毕竟这需要实质的营收飙升来证明嘛。要证明这不是空气，直接去厂房里看跑什么晶圆最准。7月最新的核心亮点就在这，关键的菱花影光接收元件已经在第2季末正式进入规模量产了。稳懋利用他们在全球极少数具备的6寸菱花影产能，发动了一场降维打击，对手现在都还卡在3寸或4寸线。稳懋这高达 50% 的成本优势，直接带动 AI 相关营收占比从低个位数跳升到高个位数，而且目标就是要在2027年迈向双位数成长。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核心事业的战略护城河，在占比最大的行动通讯板块，稳懋这次的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极端，他们彻底弃守低阶的鸿海市场，100%把焦点集中在美系 iOS 跟 Android 的高阶旗舰机上。会这么做是因为高阶旗舰机还有 Wi-Fi 7对于线性度、功耗跟散热的要求真的是极度严苛，放弃低阶就意味着能把产能全部保留给那些技术门槛极高、需要复杂封装跟多频段高频宽验证的利基型产品。说到这个技术门槛像是手机直连卫星的技术，就需要极高功率的发射元件。这部分稳懋就是靠着氮化钾的高功率技术，直接拉开了跟对手的差距。但更可怕的其实是发射端的 C 光子，也就是那个 CWDFB 连续波分布反馈雷射，他们目前正在进行长达5000小时的严酷可靠度认证。在半导体产业这种残酷的现实里，你没有通过这种极端严苛的物理极限测试，就没有未来独占市场的资格。这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护城河，同时也等于直接锁定了2027到2028年的长线营收。接着我们进入第2部分，来看看这些硬核的技术是怎么反映在财务亮点跟制造结构变革上的。我们直接来看第2季的财报数字，单季营收来到 52.57 亿新台币，季增 15.5%。但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合并毛利率竟然大幅拉升到 28.2%， 个体营业毛利率更是高达 32.6%。而且你看，他们将2026全年资本支出锁定在20到30亿元的专案性投资，这把单季折旧费用实时的定锚在 7.6 到8亿元这个相对底部的平稳区间。以前那种动不动单季折旧破10亿的高压噩梦，看来是真的结束了。没错，而这背后靠的完完全全就是工程团队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魔法。那你可能会问，这个机台改造黑科技到底是什么？
其实关键就在于4寸与6寸相容机台的改造与曲瓶颈。我们把既有的6寸设备直接改造成4寸与6寸都能相容，这样一来，在不大幅增加新资本支出的情况下，极大化了产能调度的弹性。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文茂可以在扩充高阶产能的同时，还能把折旧费用锁在底部。这绝对是技术力转化为财务爆发力的最佳示范。听完文茂如何用机台改造黑科技把折旧锁在底部，带动上半年获利强劲翻转，接下来我们要来当个冷血的数据控，用第一季的指引来交叉比对第二季的成绩单，看看管理阶层到底是有真本事，还是只会画大饼。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好，我们马上进入第3部分，营运指引的实际验证，来一场管理阶层的诚信度检验。来，我们直接摊开来交叉比对。第一季当时管理层预估营收将会有 mid-teens 的季增长，结果呢，实际达成 52.57 亿，季增 15.5%， 可以说是精准命中。那毛利率原先预估会维持在 high 20s， 实际开出来是 28.2%， 表现甚至优于市场预期，产能利用率也如期从 60% 回升到了 65%。最关键的是，第一季预告的 Phosphor C 用光阶收元件真的如期在第二季末量产了，这直接证明了管理阶层在产能复苏、获利弹升，还有 AI 光通讯量产的时程掌握上，展现了极高的预测精准度跟营运执行力。接下来这段很精彩，第4部分战略性库存防御，我们要来解密这75亿的库存与营运现金流转负的谜团。坦白说，这是7月法说会上大家看到的最大警讯。第二季末，库存飙升到了创历史新高的75亿元，而且营运活动现金流居然出现了罕见的净流出8亿元。你一边严格控管营业费用，一边却在狂下预付款，高达75亿的库存加上8亿的现金失血，这难道不是产品滞销塞货的严重红灯吗？如果真的是产品滞销，那你去无尘室看，里面堆的应该都是卖不掉的旧规格成品。但如果你从供应链的物理现实往下挖，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卖不出去，这是一场精密计算过的战略性战争储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8亿的净流出，绝大部分都是砸在了预付货款跟战略性备料上。为了巩固最关键的磷化银跟氮化镓基板来源，文茂可是签署了长期供货协议。说白了，他们是实打实的在用短期的现金流去换取长期的原料护城河。从结构来看，确实是这样。你仔细看这75亿的库存里，高达 70% 全都是原物料。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东地缘政治升温，导致化学原物料的交期严重拉长。这是一个极度冷酷的精算战略。面对下半年 iOS 跟 Android 旗舰机的传统旺季，公司宁愿短期现金流先失血，也一定要换到供应链安全性。没错，他们绝对不允许在第3季旺季拉货的高峰时，因为缺料而痛失诚实。同时你看，营业费用还是连续好几季严密控管在8亿元以下，有 50% 还是投入在研发，这证明了这是一次极度精准的战略资产配置，根本不是失控。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以价值取代数量，来总结一下他们的风险防御战略。大家都知道，面对2026下半年全球记忆体缺货跟涨价，这很有可能会去压抑低阶手机的总出货量，市场总量一旦发生波动，文茂难道不害怕吗？他们当然算过了，关键就在于单机价值的暴增，因为文茂 100% 聚焦在这种高阶旗舰机种，有了 Wi-Fi 7还有 5G 规格升级的加持，现在每一只高阶手机里的化合物半导体用量根本是呈现暴增的趋势。他们等于是利用了高阶旗舰机对于高功率、高线性度的硬性需求，成功用单机价值的提升去抵消掉市场总量波动的风险，这就是所谓 value over volume， 以价值取代数量的核心机制。不过，投资永远都是伴随着风险的，未来还是有3大雷区必须持续追踪。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记忆体缺货连锁效应，如果涨价真的延烧到中高阶旗舰机，那还是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到下半年的拉货动能。第二，是地缘政治跟供应链的波动，万一中东局势恶化，这高达75亿的原物料战略备货，将会严峻的考验公司的资金弹性。还有第3点，也是工程技术上最艰难的一环，就是发射端硅光子那个漫长又严苛的5000小时认证。这个认证的时间差，意味着相关产品最快大概也要等到2027甚至2028年才会对营收产生显著的爆发贡献。总结来说，文茂在上半年进行了一场非常大胆的财务调度，用短期的现金流转负跟创历史新高的库存去交换地缘政治下的供应链安全，还有高阶产能的独占地位。
同时在工程端，他们结合了极致的物理制造工艺，加上机台改造换取来的低折旧，成功落实了这套以价值取代数量的战略。把短期的失血当作是未来的护城河，这套极端却又充满野心的防御与成长战略，你买单吗？